我想起来了，我会剑术。 西楚剑歌，这还真是西楚剑歌，不愧是传说中的剑法，能够如此潇洒写意。世传这只有3剑，我曾有幸见过一次，和方才百里公子使用的招数是一模一样。可是他用的是完整的剑招。 小百里怎么会西楚剑歌？我想起来了，剑歌，可为何只有剑，没有歌呢？可惜唱歌的人已经死了。 世间便只剩下这一剑，问道于谦。当年西楚儒仙古陈咏歌，剑仙古墨执剑，于西楚最后的城池洛桑城城头，以一剑一歌对阵9000破锋兵，直至力竭生死。最后洛桑城破，西楚亡国，这套完整的剑法，自然也就失传了。 我外甥，我外甥，没想到啊，这镇西侯府的胆子，可真是比我想象中要大。本以为今日来，只是为了取剑扬名，却没想到见到了你，还见到了如此有趣的剑法。酒，我的酒呢？ 接着，定是好酒，如此畅快。兄弟，借酒一杯。干！干！ 痛快！成剑99天，竟然还真有歌呀！茫茫去不还，自歌云霄里，奏饮3万坛。仙人在我心中，今日只吟至此处。
还是平手？再来！不打了。无论多强的实力，在失传的剑舞面前，都不值一提。能见到完整的西楚剑歌，乃是我辈剑客最大的幸运，可比获得一柄好剑要珍贵得多。不染尘，该是你的。 接着，舅舅，啊，走啊！长老，这剑都已经丢了，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舅舅，我打他正起劲了，怎么就走了呀？我还觉得那叶鼎之很是有趣儿，想跟他交个朋友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交什么朋友啊？我不知道你的剑法是从哪学来的，我只知道如果我们再不走的话，就会被那些剑客生吞活剥喽。走。这傻小子，学会了很了不起的东西啊！快追，留下他，那可是西楚剑歌。 你干嘛？快闪开！各位，盛会还未彻底结束呢，怎么这么急着要走啊？你要拦我们？你再往前一步，我还能杀了你呢。 送我一个。臭小子！ 趁着去玄登城还有一段距离，赶紧把剑法的事给我交代了。可我总觉得，我们这么一走，好像错过了些什么。别扯开话题，我们能错过什么？错过了一场重逢。 我急呀！今天要讲《白羽剑仙传》，正式讲到白羽剑仙纵剑西出，千里救毒的章节，听说可精彩了。在这里，云哥在这里。天下风云出我辈，踏歌今宵尽在言。话说这白羽剑仙头上戴一顶虎头狮子盔，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，内衬大红袍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一匹白龙马，手使一对护手双剑，那真是威风凛凛呐！从清晨杀到日没，只杀得金银铜铁8大锤，是大败而归。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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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白羽剑仙的故事真是太精彩了！下次我经过城贬时，定要仔仔细细的看看上头，到底还有没有白羽剑仙留下的那一剑。
试问天下，谁能挡我一人一剑？你们两个刚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都亮了呢。哼！小姐，该回去了。东君、云哥，我就先走了。夜安。呀，回去了就乖乖睡觉，别再点住偷看画本了，伤眼睛。我才没有呢！云哥瞎说。哼！下一章应该要讲到白羽剑仙与酒仙相识相交，一同游历江湖的故事了，一定更精彩。唉，我也想像白羽剑仙一样，一剑入仙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也是。哎，我听爷爷说，云哥，你天资聪颖，功课又好，以后定能继承父业，当大将军的。当将军有什么意思？我长大了，要去闯一闯那书中的江湖，做一个行侠仗义、无拘无束的剑客。那你也带上我。这怎么行？若是带了你，侯爷岂不是要提刀来找我？不行不行，你爷爷可是所有人知道都要打寒战的杀神。你胡说！我爷爷明明是全天下最温和的人。反正我跟定你了，云哥，你不是我大哥吗？大哥理应带着小弟。那好，我们立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等我20岁，你18岁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开天启，一人向北，一人往南，独自去闯荡江湖。等9剑成仙的时候，便是再见之时。可以吗？好。你要当剑仙，我便不与你抢了。白羽剑仙的好朋友是酒仙，那我就去做那酒仙。那好，我们一酒一剑，快意江湖。一酒一剑，快意江湖。大将军夜雨自恃功高，以权谋私，不敬圣人。有人检举，岂有通敌叛国之嫌？然念其昔年护国有功，超满门，族人流放，夜雨带走面圣，亲子。天启第一件事儿，雕龙小柱，驾！谁呀？竟敢在背后偷袭本小爷！雕楼小筑的秋露白，你刚刚说想喝，现在还想喝吗？想，嘿嘿，我不让你喝。哎，你这人，天启城，你才走了一小半，还有一大半，今日就到这里了。接下来的路，等你能从这院子里面走出去之后再说。你谁呀你？哟，胆子很大，气势很足嘛，就是没有配得上的能力。一马关进天启城，还早了些。这个青笋也超级好吃啊，一会儿再给你拿点。姐姐，你快点儿，我都快吃完了。
这羔羊肉可好吃啦，你多吃点，我让仙儿待会儿再去拿一盘。星儿，怎么了？我呢，要去一趟北离的天启城。你在天外天替我遮掩，瞒过无相使。什么呀，阿姐，你刚刚回来又要走，我就知道莫奇轩来准没好事儿，我以后看他一次打他一次。青儿，乖，我不听了，我今天是聋子，什么都听不见，我只吃东西。你就当帮姐姐一个忙好不好？青儿，等忙完了，我们北阙就能复国了，爹爹就能出关了。你不想爹爹吗？可是我更想你，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天外天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那我这次把心儿留下来陪你，好不好？小姐，青儿，去吧，早些回来便是。阿姐，你答应我，你一定要早些回来，不要让青儿等你那么长时间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哟，醒了。哎，悠着点，这下可让你睡了一整个白天呢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怎么记着我是被一个老头给打晕了？哼，老头？哎，你还真别说，你这说话的语气跟我们师兄弟几个还真有点像，难怪老七看上你了。你在说些什么有的没的？这是在哪儿啊？打晕我的老头是谁啊？这里是稷下学堂，能打晕你的人自然是学堂的李先生。啊，不对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他也会是你的师父。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学堂李先生。啊，堂堂天下第一，怎么还偷袭呢？师父他老人家就爱开玩笑。行了，今天也是你第一天到学堂，带你逛逛去，走。哎，去见那老头。不，老先生吗？哎，放轻松，叫老头我喜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老头并不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。别说是你了，如果这老头吧不想见我们，我们几个师兄弟去求他都没有用。但如果他想见我们，就是我们跑到南绝去，他也能轻松的找到我们。哎，算了，我说不明白，走，快点吧，别磨叽了。嘿，谁磨叽啊？等等我。哎，你看现在天色已晚，不如我们去用个膳，丢了小猪怎么样？我请客。不怎么样。雷师兄。哎，对了，你听好了啊，这几天不准踏出学堂半步，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。为什么？不用问那么多了，我这也是为你好。以你的身份，多少人盯着呢？再说了，你现在也不是学堂的弟子，你安分点吧。啊？我还不是学堂弟子，可你们不都告诉我我是李先生的关门弟子吗？孩子，谁给你这样的勇气和自信呢？你不过是老七找的一个备选罢了啊！雷师兄，雷师兄，哎，对了，就在昨日，天启城最大的赌坊千金台开了一个新的盘子，就赌这次学堂大考谁会是那个老头啊？不对，谁会是学堂李先生的关门弟子？虽然吧，你的名字呢，
还没有被世人所熟知，大家都以小先生所选代替。但是赔率出来了，1比1，1比1。哎，不错，看来我在大家心里还挺受欢迎的嘛。哼，那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我又不傻。这肯定是小先生的功劳啊。这是一点，还有一点。什么？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亲眼见过你。这千金台的涂大爷吧，虽然刚继承家业不久，年纪也不是特别大，但他的眼睛是雪亮。但凡他看过你一眼，这个赔率肯定得改。你什么意思？自己品。雷师兄，哎，走吧。这就是小先生和雷师兄带回来的那个，好年轻啊！当然年轻了，小先生才多大？小先生天纵奇才，谁能和小先生比啊？那他带回来的这传说中的关门弟子，可不得和他不相上下？哎，雷公山，万一我最终没被选上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没大没小。若是师傅没有选上你的话，不用灰心。内院还有其他12位师范，他们也收徒的呀。万一他们哪天看上你了呢？应该不太可能啊。但是你也不用那么灰心。你想想啊，再不济咱们上外院去啊，外院大，好进。它呢，等于是天启城中那些贵胄公子哥们混个名声的好地方。像你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若是说你想去外院，别说什么时候了，明天你就成了外院的座上宾。但如果你也不想混名声，也不想混时间的话，你就等个机会，来年再考呗。但如果你来年再考的话，你就做不了李先生的关门弟子了。所以说我这么气势汹汹地杀到这里，很有可能再垂头丧气地滚回钱东城。没错。为什么我来之前没人告诉我？我们没说吗？不对，你这事儿不能怪我。你在来天启城的路上，你就已经展现出一副天启城是我要施展拳脚的地方，我已经准备好粉墨登场，而我跟萧若风只能起立鼓掌。谁呀？这都躲不过，上外院去吧。可以。哎呀，百闻不如一见，一见大开眼界。果真如此？真是。据说有个外院弟子想测试一下他的功夫，拿个桃朝他的脑袋上扔过去了，他竟然没有丝毫发觉，被砸了个正着。所以说呀，就这么样一个人啊，怎么入得了小先生的眼呢？他在隐藏实力。不能，以小先生和卓墨公子的性格，他们不至于干这种事。除非啊，他真是个废物。那小先生为什么要个废物呢？谁知道呢？兴许过几年啊，他就不是废物了。好笑吗？徒儿呢？听曲儿去了。他也是个废物，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够。回头替我找个人，查一查小先生带回这个人的底。遵命。
回来，去库房支1000两黄金，替我找个人押个注。押谁呀？哼，就押小先生所选。是。在案。尊师，如您所料，小姐独自前往天启。小姐行事优柔，似乎对复国之事也有所动摇，而且仅凭她一个人，怕是难将百里东军带回。你和齐宣一道悄悄暗中前往，必要之时别好推波助澜一番。是。无法无天还没消息吗？无法无天二位尊师被如仙废了1半功力，断了经脉，先行遁走，自此便没了踪迹。我们的人后来去找，也没找到。也罢，此次我让吴作随2人同往，他已先行一步，必要之时，他会出手相助。我们离家的时间太久了，久到许多人都忘记了家乡的味道是什么。只有教主出关，大家同心协力，我们才能再回去。虞姬，定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你说什么？你是我最信任的人，你竟然把小姐的行踪告诉吴相使。形势所迫，不得不为。我去你的形势所迫，不得不为！齐宣，别忘了我们要回家。尊师，让我们何为？隐匿暗处，推波助澜。何时动身？明日。我知道了。你走吧。行，六月公子啊，特立独行啊！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，把学堂大考放在我的赌坊里。所谓大考，其实和赌没什么区别。愿闻其详。很多人苦学10年，为的就是大考的这一刻。这或许是他们人生中发挥最好的一刻，亦或许是发挥失常、再无挽留之地的一刻。赌博呢，也是如此。不上到赌桌的那一刻，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；而上了赌桌，这胜负才刚刚开始。精辟！除非出千。怎么？有人敢在你这千金台出千？当然不会。所以我们今日在此大考嘛。六月公子啊，果然不同凡响啊！妙哉，妙人呐！你看我这大金牙都为公子倾倒了。二爷呢？当初选择借地给我们的不是他吗？去听曲儿去了。
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愿意听曲儿。本来对这个学堂大考不感兴趣，答应你们啊，无非是柳月公子拿了一阙残谱与之交换。哎呀，能为学堂大考提供场地，我千金台每天损失个18000两的银子，不心疼。涂大爷的损失，学堂明日自会派人送来。这就是学堂的嫉妒啊！走快，敞亮，收单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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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了！加油！哎呦，输了啊！是会的，没问题的。小爷百里东军驾到！相信你。又喝多了？谁喝？你是那个剑林的高手，你叫叶鼎之。哦，对对对，叶鼎之。那天我是喝多了，不过我记得你剑术不错，人还挺有趣的。本来我还想跟你交个朋友呢，结果没来得及说话就被我舅舅给带走了。现在想也不迟啊。成，你也是来参加学堂大考的？自然。参考学员即刻入场。走吧。发生什么事情？我这次得骑车了。这莫非就是雷梦莎此前跟我说过的什么赔率？啊？这是什么？这我知道，这是千金台设的赌局，看看今天谁才是大考的魁首。哦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我名字后面这一千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数字越大越厉害？你想什么呢？数字越大，说明看好你的人越少，你的赔率也就越高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有人押你1两银子，你得了魁首，他就会赢1000两。但是呢，机会小啊，没人愿意去冒这个险。像我就不一样了，我是热门人选，押我的人可多了，所以我的赔率就不。竟然也是1000。连个外院学生丢了桃子都接不住的人，赔率不是1000，还能是多少啊？这千金台的赔率啊，是根据买家的数量决定的，还望柳月公子让小先生不要介意啊。小先生欺我功夫馆这等小事。开始吧。学堂大考，准备开始。所谓文武之外，便是请诸位在文和武之外，展露一下自己在其他方面令人惊艳的特长。时间为6个时辰，在这6个时辰内，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可以交卷了，告诉我们你要展露的是什么，我们呢便会派出相应的考官来进行考验。若通过了考验，即可进入中试。每位考生都配有1名助考士，诸位可以让自己的助考士去千金台外取展示才艺所需要的东西，可有异议？大家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？还问我们有没有异议？若说有异议，还有用吗？
哼，这傻小子，没有用。开考吧。开场。倒有些午时三刻即刻行刑的意思。来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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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位公子有何吩咐？3路客栈，哎，去找雷梦莎公子，把我的大包裹给我拿过来。找谁？废话多公子雷梦莎，去吧。哎，你打算做什么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考官，我要交卷。哟，还真有这么快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教的又是什么？在下白衣门段白衣，自幼研习骑术。这文武之外，在下要教的就是骑术。可以，请公子赐教。你和我像。你学了几年棋啊？你学了几年？我7岁开始学棋，至今得有17年了。我3岁开始学习，至今也有7年，差不多嘛。来吧。我执黑不办，你先请。好。还精通骑术，连个小童都下不过。能在灵素执黑下坚持这么久，说是精通，不足为过。11年苦修，我竟败给区区一个小童。看似下的是棋，实则展露的是心。一味刚猛，长风一蛇，你的棋艺很好，但你败给灵素，或许是因为你许久未败。倒是天天败。今日一败，
未尝不是件好事。段白衣，记下了。这谁的助考室啊？这谁的助考室啊？是准备在初试上表演睡觉吗？多谢。原来是他呀，什么都不会，睡觉再合适不过了。怎么，你还真像他们说的，打算在这睡一觉啊？是啊，不过你怎么跟他们一样没见识啊？你还真信呐？玩笑，玩笑。哎，你准备的东西呢？来了。这什么呀？刚杀的北蛮羊腿，还新鲜着呢。这就是我准备的东西，有意思。那现在可以告诉我你打算做什么了吧？酿酒。酿酒？我呢，身无长技，只有酿酒这项技艺是我从小锤炼的。既然要比文武之外，自然要拿最拿手的出来。可是酒不是越陈越好喝吗？这6个时辰内就能酿出好酒了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陈酒有陈酒的酿法，新酒也有新酒的酿法。这世间酒有千种，各有一味，也并非越陈就越好，而是要看你能不能喝到自己喜欢的。别光看我呀，你那羊腿还在桌子上休息呢。酒来了。此人不错。这手刀法看起来似乎普普通通，细微处却显露了真功夫，可称得上是高手中的高手。考完给他发帖子吧。那九皇子选中的那位少年，你是说萧若风带回来的那个？父皇遣他去了一趟乾东城，他便带回来这么一个人。你说，这人能是什么来头？镇西侯府整个朝堂谁能拉拢得动？更何况，这镇西侯是本王登临大宝的最大绊脚石。时间掐的倒是挺准啊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叫熟能生巧，多被师傅打几回你就知道了。我看你的羊腿也快好了。可不，就等你的酒好了，
便是美酒配佳肴。还剩最后半个时辰。到时候了。好香啊！考生李信，交卷。看来你晚了一步啊！这个人的酒要是比你那好喝，就没戏了。没有人的酒可以比我的酒好喝。你很自信？那是必须的，因为我和男人约定好了，他做那剑中天，我当这酒中仙。未来酒仙的酒，怎么可能输在这种地方？你也还记得？我，百里东军，铜球考。就合适吧。这位考生，现在场上就剩你一人，你、我，还有涂大爷，不如我们3人一起评判这场对决，如何？求之不得。这酒香啊！好酒，比我们千金台的金银水也毫不逊色啊！不错，确实好酒，酒香醇厚，入口绵柔，不是凡品。那就尝尝另一杯吧。这酒晶莹剔透，也没有什么酒的香味儿。如果你不说这是酒，我还以为是水呢。不过闻起来倒是清香沁脾。好清甜。百里东君，这酒叫什么名字？过早。过早？为何叫过早？因为它本可以酿很久，却为了让人提前喝到，过早的拿了出来。不过这陈酒有陈酒的香，过早的酒也有过早的清爽。而这一杯并不适合嗜酒之人，更适合温柔的女子，或者清癯的老者。酒有千百味，并非其中某一味就是最好的。灵素，再给我倒一杯。这位小兄弟，我能不能再来一杯啊？欲求必有。同样是一杯，涂大有点贪心啊。好熟悉的味道。涂大爷喝过这过早酒？我不知道什么叫过早不过早，我只知道这酒里啊，有娘亲的味道。从小娘亲每年都会给我酿这种酒。我想我的娘亲了，失态了，失态了啊！这酒也让我想起小时候，竹马成霜，早的刚刚好。
东君，你说这酒适合温柔的女子和清癯的老者，可现在看来，像涂大爷这般豪情的男儿，还有叶鼎之这种漂泊行客，也爱这酒。人有百态，酒中千味，谁知道恰好选中哪一位呢？好，这酒呢也喝过了，那就让我们来尝尝，这肉如何？我这里也是，欲求必有。柳月不让我进，你们也不让我进，我还是他师兄呢。哎呀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不出来？柳月这家伙不会整我吧？尝尝吧，诸位。再来会儿。这羊肉似是芒果的。芒果？叶鼎之，你去过芒果？北蛮吗？去过的。我之前有幸参加过他们的祭神会，这羊腿足足烤了6个时辰。叶鼎之，你不单单只是去过，而是在那待过一段时间吧？这羊腿的火候、步骤，可不是去过的人能够烤出来的味道。是。在我心中，游历一个地方，并不是走马观花的看，而是要真正的融入到那里生活。没有几年的一起生活，怎能算是真正的游历？叶鼎之，没想到你年纪同我差不多，经历到如此丰富。我最北去过北蛮，最南去过南绝，西面游历过大小佛国，东边也曾扬帆出海。这世间之大，我只怕去的不够多，去的不够远。你还真像我儿时的一位朋友啊，说他还活着，一定同你一样潇洒自在。所以，柳月公子什么时候能给我个答复？关于方才这酒，相信在座的诸位心里都应该有了答案。胜出者就是百里东君。他那酒的酿法不过是寻常米酒罢了，我的可是你们学堂偏袒徇私。你的酒的确是好酒，口感醇厚，那是为何？可这酒，即使是再厉害的酿酒师，也需要半年才可以酿出这味道。可你却用了短短6个时辰，就酿出了这味道。灵素，查查它。公子，此人应是用壶里的酒替换了现场酿出来的酒。名字里带个信字，却做出如此卑劣之事，赶出去！来人啊！走，放开我！不公平！你这样不公平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管你们什么规矩啊，但是我觉得小兄弟这过早酒就是比他那杯好喝。既然这酒已经判定了，我的肉也已经吃过了，那便请柳月公子也给个评判吧。学堂出事，时辰已到。百里东君、叶鼎之，过出世。
义子落霞，展幸平安。我近日密访北离天启城，恐自身身份另生事端，故借用子之身份行事。情况紧急，来不及同子细说。此行也多亏当年同阿紫学得一二把戏，蒙混过关。他日定携美酒拜访，童子开怀畅饮，以谢今日。妹，月瑶。小挂件啊！我要这个红色的小老虎。我也要。客官是来买东西还是来当东西？月瑶小姐，你怎么还扮上大掌柜了？各中细节我已写在信中，劳烦您将此信交给落霞姐姐。小姐请放心。齐轩，怎么是你？是。你来了。明日开始便是中试，今日之后，我不会再来传授你内功了。落花流水，学完了吗？傻小子，哪有武功真的叫落花流水？那是我胡编的。这门功夫是你师傅独创的，叫秋水诀。秋水诀。秋水时至，百川贯河，径流之大，两寺主崖之间，不变牛马。你师傅年轻时云游天下，于秋日睡于大河之畔。是夜梦入河川，与河伯对话。第二日，便创下这秋水诀，以自然之气牵引内力，如江河般滔滔不绝。这么厉害！在我心中，天下间有3个半妙人。哪3个半啊？第一个，就是你师傅如仙古尘，书读万卷，能换万千，仿佛世间没有其不能之事。这第二个嘛，就是学堂李先生。只不过我这个人比较讨厌俗气，因为太多人崇拜他、敬佩他，所以我反而讨厌他。不过他曾经私下舞榜，并扬言天下间没有人可以平定于他。倒是件好不俗气的事情，所以他也算个妙人。这半个就是国师齐天辰，他本是通天，可以媲美吕素贞之人，却因在朝因为一顶国师的帽子被压着，平白少了一半的仙气，所以他只能算半个。你只说了2个半，另外那一个呢？我自己啊。你也太不要脸了吧！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
接下来的中式便是力量对决。不过这次的规则是可以组队，所以我建议你选。我自有我的打算。可你若按照我的选择，必然可以走到最后。学堂大考等闲人不得入内，你怎么了解这么清楚？我本就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倒是你比我想象的要笨，竟然还没有猜到我的身份。白小堂？没错，我就是白小堂堂主姬若风。若风？你怎么跟萧若风是一个名字呀？哼，没想到你倒问住我了。我和他虽然同名为若风，可他是乘龙之风，有人想借他的风登临九天破云化龙，而我是无影之风，无地可寻，无从可握，却又无处不在。我们并不相同。这什么情况？乘风踏云步。很期待接下来你在大考中的表现，只是千万别死了。学堂大考也会有生死较量。你太小看天启城，也太小看学堂大考了。是我太小看这天启城了吗？我从不小看任何，我只是觉得，当我手持长剑，我便是那个能走到最后的人。老切，你觉得这次参加大考的人怎么样？除了叶鼎之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人值得我们注意。虽然他还没有展露其他的本领，但是光是名字，就已经足够让人遐想的了。谁啊？诸葛云。诸葛。不会是那个诸葛吧？这世上会奇门遁甲的，除了那个诸葛，还有哪个？百里东君他……若是东君他学成归来，安然无恙，我便拿给你解药；而若是期间出了什么意外，中了温香暖玉的人，会死得很舒服。雷师兄，你对百里东君的关心比我这个推举人更甚，这很不寻常啊。有吗？哎，没有吧？毕竟他帮过顾老三嘛，互相帮助。放心吧，现在的百里东君也不只是我们看到的百里东君了。